Hello， 大家好，全新一期的鹅看新车，我是腾讯汽车金东宇。这两年啊，长城集团接二连三的推出了不少的新车，那他们呢都有一个共同的点，就是名字起的都非常的玄学。那像这个哈佛的初恋呀、赤兔啊、大狗啊等等等等。那今天呢，这辆全新的新车哈佛神兽也是延续了家族这种玄学的起名方式。那神兽呢，目前在互联网上多用于父母称呼自己的亲儿子或者亲闺女。那呢，也表现了这辆哈佛神兽在哈佛整个品牌家族中的一个地位。那这辆全新的旗舰车型，它的静态表现怎么样？咱们今天一起来看一看。那么在外观方面呢，大家看它可能会比较眼熟，在今年4月份的上海车展上，它呀曾经以概念车的身份出现过。当时呢，这台车的内部代号叫做 B02， 概念车的名字叫做哈佛 XY。那今天我们实拍的这辆命名后的哈佛神兽，其实在整个的设计上几乎100%还原了当时概念车的一个设计理念。官方呢给它的整个设计的定义叫做超时空锋锐美学。那顾名思义也能看出来，它的设计主要追求的是科技感以及一个锐利的感觉。首先呢，在前脸部分，这辆新车呀，在这个格栅区域采用了一个无边框的设计，尺寸很大，而且内部呢采用这种横向的镀铬装饰。那官方呢给这个设计命名为星轨设计，不管怎么样，还是一个比较有冲击感的视觉感受。另外的灯组部分可以看到，它采用了一个分体式的灯组，上方是日间行车灯，而且采用了一个贯穿型的一个设计。而且它这种细长条的设计也会更加的凸显一些运动感觉。再往下是整个的一个灯组区域，这辆顶配车型采用的是一个全 LED 光源，也是符合目前的一个车型定位。那另外可以看到，在前脸区域上下有2条相呼应的橙黄色的装饰。那我个人认为是稍微有一些汽配城的感觉。它毕竟呢一辆旗舰车型，我觉得应该更稳重一些。那车身侧面呢，咱们从上往下来聊。首先可以看到车顶区域，它采用一个类似于溜背式的造型设计。那这种设计呢，其实运动感比较强，但是后排空间，尤其是头部空间表现怎么样？咱们一会儿进到车内呢再体验一下。那接下来呢，在门把手区域，4个门把手全是隐藏式的设计。那这个设计呢，除了能更好的降低风阻，达到更好的一个空气动力学以外，它在这个高级感上也会更强一些。那最后在这个车门的下部区域，是一个比较重的钣金的这么一个效果，那看起来很漂亮。但是还是那句话，在日后的使用当中，一定要尽量的避免磕碰，因为再好的钣金师傅也很难把它敲回原厂的感觉。最后呢，在车尾部分，它其实整辆新车延续了哈佛目前的一些设计元素，尤其可以看到上面有一个扰流板的设计，而且还有一个高位的刹车灯，正好是一个点亮的效果。再往下看，在尾灯组区域，它有一个类似于希腊字母伽马的形状，那这个设计看起来挺好看，但是呢，之前在长安的 CS75 Plus 上我们见过类似的设计。最后在尾部区域，它这辆车其实之前官图上给出了双边4出排气，但是呢，今天实拍的车型是一个镀铬的大排气，那我认为其实整体的效果更强。但是呢，官方的人员跟我们说，目前这辆车是一个试装车的状态，最后交付的情况会怎么样，还不好说。那另外呢，一个扩散器的配置也是挺有暴力感的。那接下来呢，在这个屏幕部分，2块超大尺寸的屏幕也是目前比较流行的设计。仪表盘区域12.3英寸全液晶的，那另外呢，中控区域14.6英寸，整个屏幕的感觉，尤其是在这个室内的情况下，它的一个这个视觉效果是非常不错的。另外呢，这块屏幕我刚才也是简单的试了试，整个流畅度以及 UI 的设计都是很不错，因为它毕竟搭载的是全新的咖啡智能平台的这么一套车机系统。但是因为目前这个车还是试装车状态，所有功能并没有完全的展示出来，所以日后呢，在试驾的时候我们再跟大家细聊。那最后呢，因为这辆新车采用了一个怀档式的设计，这块就把挡把的区域给空出来了，放了一个带有无线充电的这么一个面板。另外呢，这个水杯架也是非常的大，尺寸很大，而且是一个大小的一个配合，比如放一些麦当劳饮料杯的时候非常方便。这块要给一个好评，而且取消了全部的实体按键，没有物理按键的话，这块的区域看起来更为干净，更为简洁一些。那接下来呢，咱们进到后排，给大家体验一下刚才说到的后排的一个空间表现。那首先在这个腿部空间方面，这辆车呢，前面是我刚刚调整好的驾驶的坐姿，后排呢大概有2拳以上的这么一个腿部空间。毕竟呢，这辆车的轴距表现还是非常不错的。那如果说头部空间的话，我坐直了的话，大概是有一个4指左右的区间，表现不是非常好。那如果说我的坐姿不是那么直，稍微的松散一点的话，那有一个1拳左右的空间还是可以吧。
另外，因为后排有一个整个的全景天窗的设计，所以说呢，后排在乘坐的时候，它整个视觉的表现还是不错的。另外呢，在这个配置方面，有一个很贴心的小配置，在前排座椅后方有一个单独的手机袋的这么一个设计，不会导致我在放手机的时候直接滑落到下方，这块设计还是挺贴心的。那另外呢，在这个配置方面，这辆车是一个顶配车型，那可以看到后排有这个空调的出风口，但是没有独立的空调。另外呢，在这个充电接口方面有2个接口，一个是 USB， 一个是 3.0 的接口，包括还有一个扶手架，所以说整个后排的表现在配置方面还是可以的。那么在动力部分呢，这辆哈弗神兽预计会搭载多种版本的动力组合，包括有 1.5T 加7速湿式双离合 2.0T， 以及搭载柠檬平台 DHT 的轻混系统的车型。那这辆新车呢，预计也将会出现在月底即将开幕的成都车展上，对它感兴趣的朋友不妨到现场看一看吧。